像是你就缺2跟4跟5，因为都是网络上直接就是抠下来的。来，所以你不要觉得是我讲的，我先把责任推掉。穿搭比较不是信手拈来的事情，你买东西通常会想买一整套的东西。真的吗？我不敢讲，我这种事情我不敢跟你讲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就会立刻辞职，不是。天哪，这是你自己的想法，缺失的感觉吧？我觉得。按订阅不用钱啦。大家好，我是企鹅，我是福福。今天我要拍的主题是生命灵数。生命灵数的算法就是你的西元的年加上你的生日，1加9加9加7加8，就是分开来，然后直到最后会有一个数字，那就是你的人格。然后总共会有1到9个人格。那我们现在再来想想看你的9宫格，你不要看它这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就是数字而已，它的圈数就是你能量的多寡。然后没有圈数会反映出你没有的那个能量会给的感觉。这边你有3、6、9这条线，这条是聪明伶俐的线。就是你很适合当讲师，你的表达能力很佳。我曾经一个人演讲完大概快2个小时的演讲，很厉害耶。重点是那个 PPT 上面我塞了很多影片，但是你愿意敢讲啊。像我这个人，我的图就是没有删，我不是说因为我没有这条线然后不好，我是真的是天生就是讲东西就有一些困难。例如我光是开场，我可以开2、3次。然后 Josh 就会说你不要再开场了，就这样开始就好了。但是我跟他说，大家我是企鹅，我就会拍个3、4次有。然后我其实都大部分是靠我剪辑的能力，然后去弥补我。然后你有7、8、9这条线，贵人相助。有计划，有企图心，然后你的智慧跟人脉，以及你的成就大事业是绝对的。真的吗？有这么好啊？有7、8、9这条线的人，你可能觉得小时候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能力之类的，但是你可以在生活中一些小细节到无微不至，让其他人觉得不能没有你。例如你每天早上去帮你同学买一个什么早餐之类的，他久而久之就觉得不能没有你。或是你到长大，像你跳舞很厉害啊，你会去钻研它。一般人就是可能光是学习这条路就很累了。我自己也觉得很神奇，我有7、8、9生命灵数这件事情，我不是说我自学2、3个月，其实我中间1、2个月已经没看了。对，然后我最近跟我一个姐妹说，她就说，你很厉害啊。我说我怎样吗？我有几个朋友去找老师学3、4年，花了一大堆钱还是学不会。他说我很厉害。生命灵数这个东西吗？他说我这样讲很厉害。我说真的吗？我这么厉害吗？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。所以你现在已经整理分析跟归纳。我就觉得好像能量这件事情好像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些安排之类的，很可怕。是你就会知道有些人口齿特别的伶俐，有些人讲话很直啊之类，这些都会在生命上解剖给你听。但是其实你觉得你没有能量也没关系，你可以靠后天的方式去补足，或是去学习。例如哆啦没有4是务实数，它就是不准时嘛，对啊，不准时嘛。然后对于钱可能月光族，但是哆啦怎么可能？他家里教他教的好，所以亲戚有小孩可以帮他看生命灵数。里面有事，从小教他勤俭这件事情，就会跟哆啦一样勤俭，甚至比客家人还勤俭。然后你有6、8这条亲切的诚实线，你跟Josh都有这条线，所以你们对彼此都很坦白。对啊，然后再来说你的没有线好，例如1、5、9这条线，5这个数字就是你是否能坚持自我。然后因为你这条线缺了5，对于坚持这件事情没有到很高，所以你工作执行力会低，积极力会较弱，所以想多做少的感觉。就例如你想剪片，你就觉得哇，你就不想再继续做，积极力比较低。没有，我觉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跟我这点很像。但是我没有啊，我有1、5、9，我有你很爱剪片，不然你没看我就是特效什么都，真的耶，我就会想一直去钻研什么的。然后像 Josh 他有1、5、9，难怪他那么爱剪。没有，其实我们还是会有不想剪片的时候，就是看心情。对，但是我们一股脑的时候就会想去弄这样子。Josh 的一股脑是好，我这6个小时我就投入在这里面。对，然后我剪片是那种剪了大概20分钟就觉得说不行，算了，就看一下 Facebook，然后看一下 IG 这样子。对，我们虽然也会，但是我们可能会投入时间的比例比较高一点，就是一种能量感觉。1、2、3的话，你是缺2，2这个数字就是分析跟合作，敏感、体贴跟柔顺。所以你1、2、3很多东西都想学，但是内心会有障碍跟瓶颈。你光是执行力低，然后东西都想学，但是你内心障碍会跟瓶颈。你这样把我讲的真是一无是处，没有，就是缺点啊。但是你还是有厉害，像你跳舞啊很厉害，又没有执行力。小说啊，最近不错啊。那说不定我就可能只写到35，不一定哦，说不定你就反而跟跳舞一样厉害啊。就是你还是有钻研那种特别厉害，你的某个领域会特别强，就是7、8、9这条线厉害之处。我只能这样说了，对不起。1、4、7嘛，刚刚说了月光族，所以你会爱花钱。我很爱，你看我而且白牙，然后你又缺5。1、4、7这条线是让你因为情绪花大钱之外呢，缺5的话是你的钱财容易外露，你有发现吗？
在整理的资料的时候有问朵拉，他说真的哎，福就是啊，他公司出去玩没有吸油面纸，然后觉得脸好油，就会去买吸油面纸了。然后或是你可能出去外面玩好几天，然后没有牙刷，你就去买牙刷了。不然呢？我们会想办法，就是不要用那用手指，不是，说不定哦，没有啦，可能会去问对方哦。然后你的话可能是直接去买，就不会问，直接去买啊，干嘛欠人家人情啊？也是没错啊，可以以别的方法去弥补啊。对啊，我们就会尽量让自己省钱。你有觉得你一开始刚出来出社会有一直在花钱？有啊，我刚出来出社会，然后没办法存钱，我没办法存钱。现在会吗？现在可以存钱，可以了，然后又花了一笔。又花一笔，所以看说明书，你就要自己知道，跟他说明你因为情绪花大钱，然后所以你以后心情不好，就真的是不要来逛什么网拍之类的。我现在告诉我自己，就是夏天的时候上淘宝一次，冬天的时候上淘宝一次，可以，但可以一次买足，然后再说你的25825。内心话不容易倾诉，不够热情。是啊，而且你光是9号人，你又已经够封闭了，然后你又缺了2跟5，更不爱讲，就是对啊，就是不讲。所以我一开始在找你的时候，我在想说，你可不可以找你陪我拍这集，就是有这个原因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不讲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就是觉得说，别人已经跟我讲这个秘密了。如果我今天跟你讲，这就不是秘密了。没有，我意思就是说，你以后有秘密就不会跟我讲。哦，对耶，因为我已经把别人的秘密跟你讲。对啊，这样是不好的。这样这是一个。那不会跟好姐妹一起分享秘密吗？会，会啊，人类天性。对，好。对啊，456这条线就是组织线，你可以把一件事情可以组织的好，或是有条理的归纳。然后你这条线没有是缺4跟5，生活一塌糊涂，会吗？会吗？因为你刚刚说456是一个归纳的线，所以我生活上不一定，但是可能工作上，或是你在跟公司的人讨论一些事情，可能讲很广，你可能没办法一时之间把它整理出来，会有这种感觉吗？要看我有没有兴趣。如果是我没有兴趣的事情，我就会放空，然后听完。像是我刚刚跟多拉他们在弄跳舞的事情，我已经在想说，为什么不直接多拉先编好，我们直接选就好。然后多拉还在里面，没关系啊。杰西的想法是我们就要每天来，可是这样时间不够啊。可是我心想说，不是啊，多拉就是先编好，我们就直接选，但你就没有时间不够这个问题。我已经归纳好，我已经整理好。可是杰西反而是想说，没有啊，我觉得我们一起来这边学比较快啊。可是你就已经说你时间不够，那你干嘛要来现场？我就已经归纳好，分析出来了，可以这样子。然后你的话是胆子小，大小事情会很常自己吓自己，会吗？会耶。例如说，我们可能在企划一个大型的节目哈，我一直觉得我可能在执行的当天之前就会被车撞死。我刚刚这里是 Josh 的脸，要录 Mega Diva 的第2季，然后我可能之前的决赛很重要吧，我会不会那天就死掉了？你会这样想？真的没有这种想法。然后我等得到那一天吗？我顶多有这种事情发生是，例如我在拍雷射眼睛业配的时候，如果你拍不好就完蛋了。我就想多备份，我就这时候才自己吓自己，因为可能是我自己内心会想很多，比较谨慎一点。但是你是平常就会这样想，而且你怕的是你被车撞，而不是你怕影片有没有录好之类的。好，那再说说你缺数的能量，像是你就缺2跟4跟5，因为都是网络上直接就是抠下来的，来，所以你不要觉得是我讲的，我先把责任推掉。穿搭比较不是信手拈来的事情，你买东西通常会想买一整套的东西。真的吗？我不敢讲，我这种事情我不敢跟你讲。这个不是一整套，那什么才是一套？你这一整套都买这样子，都搭好的。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到不会穿搭啦。对，可能是你后天自己有在调这样子，所以你真的有这种感觉吗？喜欢买一整套的？对，我喜欢买。天哪，有这么准？因为我当时在准备这句话的时候，真是不敢跟你讲，我想说会不会伤到你，或是怎么的。沟通的时候总是眼见为凭，实事为是。这个我倒还好，因为我通常是不说话的人。沟通那时候就是你只会讲到直接切入重点，你不会绕一段话去把这些事情弄完美这样。看是谁啦，如果是北兰的人，我就会直接讲重点。然后你有时候会太在意面子，所以记得以后情绪如果上来的时候要理直，但是不要气壮。好，刚刚说的缺事嘛，对于钱这件事情真的不计较，生活这点上会比较随性一点，就是行程安排等等吧。但是你的生活环境会比较坚持，干净度什么会比较坚持，这样会吗？我的房间超乱，到很乱吗？但是你至少拍片的时候会是干干净净的那种感觉。就是日本会拍那种节目，就是来我家把垃圾铲光。屁啦！你没看到地方，地板上都是衣服。你容易被人家说孤僻，人家觉得你干嘛那么孤僻不出来跟大家一起玩，但其实你只是懒得出门。我觉得相对于在这个行业里面，很多人都是就是例如说很乐观、很乐于分享等等这些。我觉得我在这个
圈子里面算是蛮孤僻的。对，我也是。而且9号人有一个特别的特性，就是可能晚上跟大家去吃饭，但是你晚上一回到家一定要一个人自己休息。我看到这个真的是好准哦，真的。或者有时候在另一半家，我就觉得隔天我一定要回家。而且像我的话，我会躲在厕所里面自己滑手机，我需要自己的空间。时间够，我就再去跟他相处在一起。我需要自己的空间呢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多拉也是一个这样的人。我曾经私底下跟多拉说，多拉，你是不是其实有时候很懒得出来，因为你出来就要能量全开。他也是，他确实，但是他没有像我们那么严重，是我们9号人是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空间。对，然后他的话，就像我跟他愿意跟我睡觉，但是我都不想，因为我想要自己的空间。他只是有时候是懒得跟人家社交，那我们是懒得跟人家社交之外呢，又需要自己的空间。对，因为你是9跟又缺4，对，重叠在一起，好准哦，好准，好准。刚刚不是说孤僻吗？或是坚持度生活比较随性，对钱不计较。我去查那个老师说，你赶快可以去找一个想保护的人，你会有180度大改变。我想保护他的人，你有这种感觉吗？就是好心仪对象这样子，然后你就会为了他变成他喜欢的样子。我好像还好，还是变得更积极，行动力更多，不会那么懒得出门。可是我最理想的状况就是，有一天我真的结了婚，我就会立刻辞职。不是为了他辞职吗？这也是一种180度转变啊。对，因为觉得可以了，也不是。如果真的到了下一个阶段，我不会留恋。天哪，这是你自己的想法，缺失的感觉吧？我觉得，因为像我的话，应该不会吧？我应该还会保持在一个热度，就是维持可能1个月一直这样。1个月一直不如不要做，还是有啊，就不能这样啊。缺5这件事情呢，就直接形容你是一块海绵。跟他说5这个数字是坚持，可以坚持自我，然后因为你没有5，无法坚持自我，你容易被影响，所以你要慎选你的另一半跟你的好朋友，因为你容易会被他们影响。那我算是蛮幸运，就是交到的朋友都蛮好的。对，就可能如果你生命中遇到好姐妹什么，她在抽烟，你跟她抽烟会吗？例如说，我身边的朋友都很积极向上啊，对。然后我只要遇到废物的男朋友，我就会立刻跟他分手。你会直接跟他分手？因为姐妹说的吗？还是自己？因为觉得哎呀，我怎么会跟废物在一起？那还蛮好的耶。对啊。可是我觉得废物这点是因为精神上不对，对，因为是本身我们9号人的关系。但是如果是某些朋友，例如某某某之类的，然后就变他的样子，所以要慎选。哦，好，了解。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。所以你缺5这件事情是需要被接纳，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支柱，好，会让你充满安全以及幸福感。然后再来是生命因素这个9宫格的圈数问题，你的话是有1跟8跟9很多圈，1这个就是独立领导的一个能量，然后你1有很多圈嘛，所以你气场算是非常大，常常会有一个你听我就对了的感觉，而且有时候太多的话，你会反而会显有一种专制的感觉。我超不专制，而且我超级不是那种听我就对了，但至少你是很独立的嘛。对，我很独立。那小时候的感觉呢？会有那种就是跟我的那种大体重的感觉，还是那是你后天修过来？我今天说我后天是改正的，就是不要很好。我小时候其实有点强势，是我长大慢慢改过来的。我有时候还蛮庆幸，我算生命因素，算每个朋友都蛮符合他现在的，因为他们都至少有到往好的方向走。像例如我帮你算这个的话，至少知道，你的工作跟你的生命因素很搭，就很开心。像是你刚刚说的，你刚刚你的缺点什么，你自己都改掉，我其实蛮庆幸的。像我的话，真的我自己算我自己就没办法改一些事情。我的话是缺3，你有3，我就讲一个我的好了。我缺3这数字就是一个创意跟艺术的一个能量。我就缺3的话，没有创意嘛，就是会喜欢一成不变。我每天穿的衣服都差不多，我不会去想，就是穿什么都觉得不 care。然后就想说不要，好麻烦，我就是那种感觉。而且我每天行程都很孤立、很自律。我不是因为什么人家拍什么自律的生活才跟着自律，我本身就这样子。像我一早起床就一定抓个1、2点，一定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每天睡觉就是4、5点，大家听起来好像很不自律，对。但是我每天就是这样子，久而久之这就是自律了。是。我不是因为一天就这样子就不自律了。那我每天就是逼自己一定要剪完片去健身，然后吃饭，每天就做一模一样的事情。我几乎都这样。你应该不行吧？剪片这点不行。我每天都会逼自己剪片。对啊。你的8很多圈蛮好的，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商业的数字它跟金钱上跟权威有关联。有商业头脑，喜欢追求权力，然后能知己喜，喜欢冒险跟刺激。你能掌握权力，然后可以善用你的资源，你身边有什么你会把它发挥到极致。然后你对于追求一些事业会有野心，然后你会想成为大家想成为的那个模样。就是例如你商业好了，你会变成像比尔盖茨那样那种感觉。我形容比较浮夸一点，就是让你懂那种感觉。但是你现在就很好啊，因为你不仅善用你的跳舞资源，还有你很多你
你会的东西，然后你的演戏什么的，在有你的影片上面，然后你又成为就是大家想要就是YouTube 就是这样的那种感觉。你可能自己不觉得，但是其实隐隐约约就这样自己执行了。隐隐约约有影响到一些人，就很多人想要跟福一样会演戏，然后会跳舞又好看那种然感觉。后在 YouTube 上只要聊一些没营养的话就能赚钱。对啊，大家会想要啊。然后我们刚刚说我们是9号人嘛，9号你还记得什么数字吗？大概是5。所以我们能愿意牺牲自己，然后也愿意帮助他人，想要当别人的依靠，愿意当英雄，做出不切实际的决定。就例如我们刚刚说玩狼人杀什么的，愿意就是牺牲自己。我甚至有时候最牺牲我自己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明明就是死，大家也以为我是白目玩家。就例如说你是好人，你要死了，你应该要透露一些线索。然后我就故意想说，为了让这一局游戏更精彩，有时候会，我就会乱讲一些有的没的。会耶，因为是游戏，我们反而会走另外一个极端。对，我会走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反正是游戏，我想看他绞尽脑汁，然后我在旁边偷笑的。你更好笑哦！我们这样，可是我们刚刚明明讲的是大爱，怎么讲得那么邪恶？这就是游戏啊！而且这游戏的重点就是你想要骗大家，就想要大家跟着你手团团转，我们已经达成目标了，这是我们牺牲自己的感觉。对，但是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，就是决定都是好的。因为后来一听，大家一定觉得哇，这局真是精彩的要死，好玩，对，继续玩，就是因为有我们在搅局。对，然后你会有一种你自己的努力和累积，成为别人的光和盐，就是成为别人的养分的感觉。你会帮助别人的成就，去成就他们的成就。好饶舌的一句话，重点就是你愿意当人家肥料的感觉，就这种感觉。讲重点就是这样，就像我们刚刚说的，我们愿意去分享，能帮助大家达到社会更好，就是好事啊，就这种感觉啊。好啦，其实我也在努力学习讲这些，我非常好像命理老师哦，好像命运好好玩，而且我们也录了1个小时，就跟命运好好玩的长度一模。对啊，第一次拍聊天讲这么久，而且是2个人呢，好可怕，而且没有任何多拉拖戏。那你听完我们今天的生命灵数，有没有更认识自己，或是你觉得自己好像哪些点自己没发现，然后听了之后才知道自己有这样？人可能比较正面，或者是会影响你一生的一些要素，把它归纳出来，然后看你自己怎么去选择。对，那更认识自己啊，然后去调整这样子。比如说什么你的坚持，你是不是有创意的人？那你是不是能言善道的人？我觉得他把很多会影响你生命正面的要素，对，都要整理出来，然后你去了解它。我觉得他还是有科学的根据在。还蛮神奇。有时候有些人会听来就好悬哦，这种感觉，觉得哇，怎么那么准？好啦，谢谢今天福参加我的生命灵数，也是第一次上我的节目哎，竟然真的那么内心的影片，好可怕哦！我拍自己有点压力大。为什么压力大？因为首先这是第1集，我讲生命灵数，第1集又请到福福，我觉得压力有点大。说明你后面的生命灵数会请到更多更大咖的人。重点不是这个，因为我就说了，你神秘感很重，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猜不透你。有时候你没有回我讯息，我就觉得我就想东想西什么。有时候 Facebook 敲你呢，就是你可能比较忙，就想说为什么不回。然后我不是有问 Josh 雅蒂吗？雅蒂他们就会问你，没有啊，福福没有怎样啊，是你想太多。我说哦，真的吗？好可怕，就会怕你这种感觉啊，不要怕。好了，谢谢福福今天来我们的影片，我们自己也讲了都是内心话。等一下结束我帮你吹。2个9号人拍这集也蛮缘分蛮特别的感觉，因为我们不太会去讲一些内心话的事情。希望你们今天蛮喜欢的，帮忙说给你们看，拜拜。